位听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收听今天的征信社不好说，我是主持人丽丽。今天我们有一个非常特别也很具挑战的主题，叫做寻人查子。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要寻找20年前没有联络到的亲朋好友，有没有这看起来很平常的事，但是背后却隐藏很多不为人知的故事？跟我们今天一样，邀请到我们的王牌业务阿华来到节目现场，跟大家分享他在寻人查子这个领域有实际的案例跟经验。欢迎阿华。主持人好，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，很高兴今天有这个机会来跟大家聊聊我的这个工作。阿华在开始之前，可不可以先跟我们介绍一下什么是寻人查子？我们常常听到这个是你们应该常常碰到。对啊，其实寻人也算是我们就是征信社的蛮大众的一个服务啦。是，最主要就是顾名思义，帮助委托人找到这些失联的人，无论是亲友还是老同学啊，甚至是涉及一些法律问题的对象，例如说债务人这些。对，一般来说都会来找我们协助，这个都是因为自己他可能找不到有效的线索啊，或者是说他平常上班啊，或者有一些资源上的限制，最后还是只能请专业的团队来处理。那我们的优势就是因为我们经验丰富啦，那再加上说我们有很多一般人不会有的工具跟这些合法的方式，比较快速可以缩短到寻人的这个时间。那么你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印象很深刻的案例吗？这个有一个案例就是让我们就是印象深刻啦，就是去年的时候有一位70多岁的老先生就来到我们公司，就是他说他想找一个就是40-50年前的战友，就他们以前在那个时代可能经历过抗战嘛，对，一起服过兵役，但其实退伍后在当年哪会有什么赖啊什么，甚至那个时段根本就没有电话号码可以记，对，所以就失去了联系。但是老先生一直就是惦记了这个朋友，尤其是就是近年已经身体状况已经没有那么当初那么好了。可能就让他想到说，希望在有生之年啊，能见到，就是在见到这个人最后一面。是，对啊，所以我们当初接到这个案子的时候，面临最大的问题就是时间真的太久啦。对，当年的这些联络方式，这其实都已经没办法使用了。包含什么？他可能当初有的地址啊，甚至他那时候住的那个县市，现在都改成，还有什么台北县，现在都早就没有这些东西。对，所以但是我们还是透过查找当年的记录啊，并结合一些社群媒体的线索跟我们自己的管道，最终在这个3个星期内，还是有成功帮他找到这个朋友啊，还就是甚至还促成了他们见面的机会。是，这很不容易，但是不是所有人都这么顺利吧？有没有遇到什么你很棘手，这样怎么办？有，一定会有这种比较棘手的案子啊。像我们有碰过一个是他是离家出走的少年那种，这种离家出走，他难的地方是，他有可能因为这些纠纷啊，导致他的情绪失控，他直接跑出去了，手机也没带，证件也没带，就是他因为他也不会有什么住处，他可能就跑到网咖，就是跑到一些奇奇怪怪的车站什么地方，这种你没有办法透过什么手机定位或者报警的方式处理，那这真的是只能透过像我们这样的团队，就是用人力的方式啊，或者是调阅周边的监视器，一个一个去追查，最后才发现他竟然搭了长途客运到了别的县市的网咖。那这个工作还需要很大的耐心跟敏锐度，这有够不容易的。那你在寻人查子的过程中，有没有什么需要来提醒我们听众朋友？是，那当然有啊。那首先最重要的是你提供的线索跟资讯一定要是完整跟真实的。有的人往往会想说啊，就是不好意思讲啊，或者说怕这个东西游走在法律边缘，不敢跟你完整的讲出来，这个反而会直接影响到我们寻人的这个效率。另外，如果你真的涉及有法律纠纷，那我会建议说，委托人可以先咨询法律的专业人士，或者像我们公司是本身就是有律师在这个团队里面的，对啊，所以说一定要选一些合法而且有信誉的征信机构，避免说最后真的是被骗，或者是陷入到了这种非法的机构的陷阱里。听众朋友一定要注意哦。那节目最后，你有没有想要对我们听众朋友这一类服务的，你有没有什么忠告给他们？其实寻人查子看似很困难，但是其实只要找到正确的方式跟专业的团队啊，很多事情都是有希望解决的。如果你真的面临这样的问题，我觉得欢迎你们随时来找我们聊聊看。对啊，甚至是找猫找狗，我们都有接过，也有成功找回来过啊。也有是不是？对啊。好，那我们今天感谢阿华跟我们精彩的分享哦。如果对寻人查子这方面有想要更多的了解，或者你想有什么任何问题或想法，也欢迎跟我们交流哦。征信社不好说，我们下次见喽，拜拜。拜拜。